三小姐，她快生了。陆清灵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皇城路上你不会孤单，不仅有你腹中孩儿作伴，就连你整个尚书府也会陪着你一起上路的。尚书府，尚书府是他母亲的娘家，他们竟然连尚书府都不肯放过。放火！对外宣称将军府大小姐分娩之夜不慎走水，一尸两命。陆清灵，你终于要死了。中天的火光掩盖了整个冬夜的寒冷，也将他最后生的希望彻底淹没在那一场大火之中。娘亲，娘亲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！陆清灵猛地从梦中惊醒。5年了，已经过去了5年了，她还是会梦到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，梦到那个在分娩之夜发了疯似的咆哮和怒吼的女人，那个和她有着一样名字的女人陆清灵。5年前分娩的那一个夜晚，陆清灵死于大火中的绝望，而她则来自于21世纪的现代社会。作为从来没有失败战绩的顶级杀手，唯一的一次失败便让他的生命止步于此，却没想到他的魂魄居然来到了这个和他有着一样姓名的女人。她原本是将军府的嫡出大小姐，却因当今长公主爱慕陆清灵生父，硬是央求当今皇帝将她抬为了平妻，与陆清灵生母平起平坐。却在不久后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留下陆清灵一个。原本陆清灵与当今太子订有婚约，是未来风光无限的太子妃，却忽然在一个夜里被贼人强要了身子，自此声名狼藉，清白尽毁，婚约作废。未来太子妃变成了长公主之女，这一切都是有所预谋的。也就是因为那一夜的污点，才让陆清灵有了身孕，怀了这3个孩子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他母亲的娘家也因此蒙难，被陷害与敌国勾结，何府上下男女老少无一幸免。娘亲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不理宝宝了？怎么了，小宝？陆清灵回神，将心中思绪隐藏，才发现屋子里竟然只有小宝一个。娘亲，大哥和二哥他们寨子里的哥哥们出去了，叫我不要告诉娘亲，但宝宝觉得他们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就来告诉娘亲了。他们出去了，如今正是战乱的时候，这般贸然跑出去会惹来麻烦的。陆清灵这辈子都没有想到，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，穿过来便是分娩。分娩就算了，还他妈是一胎3宝。生完孩子后，陆清灵身子弱得厉害，带着3个孩子逃出皇城。后来因为一些缘故找到了这个寨子，便直接斩山为王了。外面风雪漫天，山上的日子倒也算得上富足。虽占山为王，但陆清灵向来都是劫富济贫，从不为难百姓弱小，这是他的原则。当家的醒了。大宝二宝他们跟谁出去了？啊，2位小少爷跟随阿布他们下山去了。听说今日山下会有车队经过这里，所以他们就……男子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见陆清灵抱着小宝飞身上马，直奔山下去了。白雪覆盖的深山透着几分冷酷的肃杀，四周尽是残肢断臂，鲜血横流。那被黑衣人包围在中间的男人，脸上戴着银色面具，遮住了他的半张脸，手中剑气飞快横扫，强大的内力包裹着锋利的剑身，所到之处血雾升腾。对付，连一个中毒之人都对付不了。一个黑衣人再次飞身上前，手中的毒镖迅速飞射而出，同时一掌狠狠地朝男人打了过去。男人执剑而立，一双黑眸犹如能吞噬人心的幽潭，犀利尖锐。一瞬间，手中长剑翻转，直接迎着那黑衣人冲了过去。砰的一声，黑衣人直接倒地身亡。乖乖，好强！
不过再强又怎么样？对方人多势众，他又中了毒，敌众他寡，一番车轮战下去，他的体力迟早会有被耗尽的那一刻的。算了，还是帮帮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吧。10点钟方向，2个。另一个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忽然开口，一脸的严肃。大宝立马掏出自己的家伙事儿，小眼一眯，弹弓裹挟经过使用特殊方法制作的弹珠，咻的一声射向了远处的2个黑衣人。8点钟方向，又是2个黑衣人倒下。10点钟方向，2个，百发百中。那些黑衣人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了下去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居然还会有人在暗中保护着楚行烈。现场一片血腥，等尘埃落地之后，还没出去，就见那个男人直挺挺地栽倒在了雪地里。还是凉凉了。我上去看看，还活着，不过中毒了，是蛊毒，想来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二少爷，咱们拿了银钱就赶紧回去吧，不然当家的若是醒了，发现你们不在，肯定会惩罚我的。不是肯定，而是绝对。阿布话音落下，凌厉的掌风迎面而来，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。当家的，娘亲，谁让你们下山的？娘亲，不要责怪阿布叔叔，是我们央求阿布叔叔带我们下山来的。娘亲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今日的战果。娘亲，我看他功夫不俗，还很有钱的样子，不如咱们把他带上去，当娘亲的压寨夫君吧。自从这2个小家伙学会说话以后，整日都想着给他找个俏郎君来。阿布，绑着，回山了。回去再收拾你们。那马车里的确有不少的好东西，全都是大把大把现成的银票，还有一些金子。想来此人必定也是身份显赫，只是不知为何竟在此遭遇刺客伏击，还身中剧毒。回到寨子里，大宝二宝被面壁思过，等一炷香燃过了才可以吃饭。娘亲，你就让哥哥们吃饭吧，我都听见他们肚子在咕咕的叫了。饿着便饿着，既然有胆子瞒着我下山，那就要自己承担后果。陆清灵从来不会宠这2个孩子，唯独对小宝偏心，因为小宝出生的时候宫内窘迫窒息，险些夭折，如今4岁了，身子还是很虚弱，是以陆清灵对他就要格外偏爱一些。你们2个好生在这里站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动。等陆清灵出去后，小宝立马从凳子上跳下来，一手拿着一个包子，嘴里还不忘塞一个。快吃快吃，等会儿娘亲要是回来了，可就惨了。还是小宝知道心疼哥哥。我若想杀你，就不必带你回来了。你若想死，就尽管动。你中的是玄蛊之毒，你动得越厉害，他便越是兴奋，他越是兴奋，就会越是卖力地啃食你的内脏，直到你死亡为止。想动就继续动吧。楚行烈一双幽深的眸子一直紧紧地盯着陆清灵，这种眼神实在是太过于熟悉了。他明白，那是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会拥有的眼神和气势，冷和强。这里没有麻沸散，会有些疼，忍着点吧。蛊虫从内脏经过手臂出来的过程会让人痛不欲生，他竟然能够忍住。好了，蛊虫已被取出，不过这玄蛊设有倒刺，很有可能会残留在体内，一切好自为之吧。这人还是不说话，只是一直盯着他，盯得人后背一阵发毛。就在陆清灵拿着药罐子准备离开时，我叫楚行烈。楚姓？哼，原来公子竟然是皇室中人。楚姓乃东陵国皇姓，除了皇室子弟，整个东陵没人敢说自己姓楚。也正是因为这所谓的皇室，害得陆清灵惨死于分娩之夜，那仇恨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陆清灵一天也不敢忘。楚公子还不放手，莫不是想要调戏于我？这会儿大雪封山，你既已无碍，明日一早便请离开吧，我这寨子里不留陌生人。姑娘救我一命，在下尚未报恩。不必。楚行烈坐在房间里，
今日那些刺客不同于往日，他们不仅训练有素，武功高强，而且十分擅长用毒，饶是他也没能躲过。哼，看来他还真是迫不及待的就想要铲除自己了。还没到京城，就已经有3、4波刺客了。不过刚刚那个女人倒是有点意思。都听好了，就藏在这寨子里，那人中了毒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他不会是我们的对手的。他们都穿着厚重的铠甲，和白天的刺客完全不同，他们是官家的人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向前的时候，锋利的剑势急速破空而来，叮的一声闷响，对方连惨叫都来不及，便被钉在了树干之上。有多少？约莫有200人。200？来这么多人，是打算将他的寨子都屠杀干净吗？一声轻响，特制的石子瞬间迸射而出，穿透敌人的肩膀，血无生疼。又是咻的一声，石子从不同的方向射来，那些隐藏在暗处里的官兵们纷纷遭了殃。他们还未攻进寨子里，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多人，而且还没有看到对方是谁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我是江北府司蒋虎，奉命捉拿逆贼。若是乖乖听话交出逆贼，便饶你们不死。阿布叔叔，娘亲说他们愿自行离去，便饶他们不死。若是不从，那便只能沦为一具尸体。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给我上！江湖冷哼一声，他今天是势在必得的，就算是个孩子又怎样，他也照杀不误。真是过分，连小孩子都欺负。刚刚已经警告过你们了，没想到你们还要冲上来。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敢动他的妹妹。江虎大惊失色，这3个孩子为什么和那位长得那么像，而且他们小小年纪便功夫不俗。刚刚在林子里，他也是这2个孩子吧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陆家养的狗。还没看见对方的模样，便被急速冲过来的陆清灵一个侧踢踹翻在地，除他之外一个不留。竟然是你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陆清灵早就已经死了，你不可能是陆清灵。陆清灵当年的死，他可没少参与。如今看见一个和陆清灵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便如同恶鬼索命般恐怖阴森。哼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江虎瞳孔一缩，果真是他。他当年不是已经死在了那场大火中了吗？连尸体都烧成了炭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大小姐，求你放过我，当年的事情都是3小姐指使我干的，我也不想啊。他带上来的人已经全军覆没了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。他不想死，他还想活着呀。阿布，把他关起来。不要，大小姐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不想死啊。娘亲，爸爸。刚刚害怕吗？不怕不怕，而且娘亲和哥哥们都这么厉害，把坏人打得屁滚尿流的，小宝才不怕呢。娘亲最厉害了。这小家伙最会拍马屁了。阿布，让人把寨门都收拾干净，就早些休息吧。好的。阿布是陆清灵在这个寨子里最为信任的人，除了顶天的大事，其他事情阿布都可以直接做主。安抚好了3个小家伙睡觉，陆清灵才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却见门前立了一人，身形伟岸，挺拔如松。他们好像似曾相识，却又好像从未见过。刚刚外面发生的一切，楚行烈都看见了。这个女人的强大，还有那2个孩子的天赋异禀，都远超他的意料。有事？今夜之事，多谢姑娘搭救。我只是不想让我寨子被人屠了而已，楚公子莫要多想。哦，是吗？那3个孩子倒是与我长得有几分相似。缓缓地取下脸上的面具，
然而正是这样一张完美到无可挑剔的脸，却有着一条细长而狰狞的伤疤，生生破坏了这份美感。伤疤从额骨一直延伸到了眉骨的位置，那是只有刀子才能制造出来的伤痕。他为什么要戴着半张面具了？不过是为了遮住那条可怕的疤痕罢了。你不怕我？不过是一条疤痕罢了。那不妨请陆姑娘再仔细瞧瞧，那3个孩子是否和我生的吉祥。他忽然凑近了陆清灵。楚行烈第一次看见不怕他脸上疤痕的女人，这条疤留得久了，久得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。灼热的呼吸落在他的脸上，心跳忽然有些凌乱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陆清灵后退一步，我这3个孩子的父亲早死了，是当年上山去打猎，不小心被野狼给咬死的。若他刚刚没有听错的话，那江北府司唤她为大小姐。她当年练功走火入魔，醒来后便失去了那一夜的记忆，具体发生了什么她也不曾清楚。不过这3个孩子与自己颇为相似，这世上哪儿又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？是吗？他疑心慎重，若是这3个孩子当真是自己的，留在外面着实不好。他忽然逼近陆清灵，微微俯身靠近她的脸颊，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脸，陆清灵的心跳不可抑制地漏跳了一拍。若是没有那道恐怖的伤疤，她的脸又该是多么的完美。陆姑娘身为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当年被毁清白，各种真相倒是无人知晓。倘若真是我干的糊涂事，自然是要负责到底的。话音刚落，陆清灵便一拳狠狠砸了过去，正中楚行烈的胸口。那一拳不轻，砸得楚行烈后退了好几步。休想！你最好不要妄图打我3个孩子的主意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醒了？娘亲，爹爹说要带我们去京城玩。京城是什么地方？很好玩吗？娘亲，他真的是我们的爹爹吗？不是。陆姑娘，即便你不想承认，但这3个孩子与在下的关系，便是旁人也一眼能瞧出来的。好了，你们3个都去马车上等爹爹，娘亲生气了，爹爹哄哄就好了。好。3小只答应得很欢畅。从小到大，他们都是在寨子里长大的，从来没去过外面的世界。这次能出去，自然是很开心的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不经过他的同意，就妄图带走他的孩子。昨夜你抓了江北府司，消息很快就传到朝廷那边去。尽管你再怎么强大，又如何能和朝廷对抗？这些年你在寨子里隐瞒身世，让世人以为你死了。但你抓了江北府司，不就是想要报仇吗？将军府大小姐陆清灵于5年前死于一场大火，一尸两命。不仅是你，就连尚书府几十余口人也未曾幸免，便是连你的母亲也死于长公主之手。不过你母亲当年是风华绝代的盛京美人，最后惨死，不觉得可怜吗？长公主心思毒辣，以前容不下你母亲，如今也一样容不下你和你的3个孩子。一个人再强，也不足以和千军万马抵抗，唯有寻找可靠的靠山，才能登上巅峰。他真是好快的动作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查清楚了他的来龙去脉。清灵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你身边需要一个人，你可以选择与我合作，我定然不会让你吃亏。你放心，与我合作，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。好，既然是合作，那就不要有背叛。好。不过若是让我发现你藏有别的心思，代价你付不起。付不付得起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已经过去5年了，他总该回去讨回自己的东西才是。楚行烈身为当今瑞庆皇唯一的胞弟，如今的靖王，常年在外征战，战功累累，却因脸上有一道丑陋狰狞的伤疤，至今尚未娶妻。京城无人不怕楚行烈，传闻他性情残暴嗜血，又冒丑害人。不过听说当年先帝驾崩时，原本是想传位于自己最小的儿子楚行烈，却不曾想遗诏上的内容却变成了当今的瑞庆皇。这其中有多少弯弯绕绕，旁人也不得而知。
太子府门口围满了人，好奇地看着那被扔在门口、冻得半死不活的江北府司蒋虎。何人在此喧哗？可知这里是太子府邸？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把江北府司扶进去！快找大夫来呀！我娘亲说过了，谁也不准动他。阁楼上，陆清灵怀里抱着小团子，看着那额匾上那金灿灿的太子府3个字，只觉得格外刺眼。曾经原主有多期待嫁进太子府，如今他心中的恨就有多浓烈。为了一己之私，害原主没了清白，丢了性命。如今太子不在府中，一切事宜都靠管家做主。今日早晨才听闻江北府司上山剿匪，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。哪儿来的小孩？我可警告你们，这里是太子府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！哼，那我要是不识相呢？那就别怪咱以大欺小了。把这2个小屁孩给我拿下！一柄长鞭腾空而来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不好意思，今日来的便是这太子府。你究竟是何人？居然伤了江北府司，还在我太子府寻衅生事！哼，太子府又如何？你真当你太子府是什么干净的地方吗？不要！救我！救我！蒋虎是陆家和太子府养的一条狗，今日他就要在这里杀鸡儆猴。他是陆。还不等他说完，长鞭猛地贯穿了他的胸口。告诉你们太子殿下，我是将军府的人，要报仇，尽管找将军府便是了。你放肆！放肆又怎么了？我娘亲有放肆的资本。告诉你们那个什么垃圾太子，千万不要惹到我娘亲，否则一定会让你们死得很惨很惨的。厉害呀，王爷！整个上京城除了您，我还没瞧见哪个人能这般嚣张的在太子府门前挑衅。哼，本王看上的人，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那陆家大小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自家王爷也是一样的。要是这2人在一起了，商路简直不敢想，恐怕整个上京城都要被他们给闹得个底朝天才是。说起来，这陆家大小姐多年前被人陷害身亡，这么大的火，她一个分娩之人到底是如何逃出去的？而且这些年来，竟然还在那个寨子里当了土匪头子，医术更是了得。尤其是那3个孩子，小年纪便胆识过人，她身上的秘密又何止这一点？王爷，您身中蛊毒一事，宫里那位蚁人知晓，这时肯定以为您还未回京。他们一直看晋王府不顺眼，想方设法都要给晋王府找点罪名。放心，他们不会有这个机会的。这些年来，您已经努力的避嫌一切和朝廷有关的事情了，可他们依旧拿您当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要不是当年端庆皇从中作梗，皇位哪里轮得到他呀？住口！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许再提此事。那件事情是他的禁忌，也是整个皇室的禁忌，谁都不可以提。是，属下知错。今日他在太子府一事，你多加照看些。是。哎，听闻前几日3公主与人赛马，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，还摔得不轻，任凭宫里的御医用尽了法子，都没能让3公主醒来。要知道，这3公主可是陛下最受宠的公主啊。所以陛下这才张贴皇榜，广纳天下医者，但凡能医治好3公主者，赏赐黄金1000两。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忽然一把将皇榜扯了下来。娘亲，我接到皇榜了。儿子呀，这皇榜可不是说能接就能接的呀。大宝瞧着皇榜上面写的黄金1000两，一双大眼顿时闪闪发光了起来。臭小子，谁让你去接皇榜的？哎呀，娘亲，有钱不赚那是傻呀！而且咱们还是去治公主呢。皇榜这个东西可不是说接就能接的，本来打算现在直接去将军府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也许接皇榜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陆清灵和3小只被带到了大殿上。你便是接皇榜之人？正是。大胆！见了圣上竟不下跪行礼？我神医谷之人，向来只拜祖先，从不跪皇家达官显贵之人。神医谷？你说你是神医谷的人？当然，
我娘亲可是神医谷唯一亲传弟子，这是神医谷的玉牌，全天下只有我娘亲才有。果真是神医谷的玉牌，他年轻的时候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做不了假的。这果真是神医谷的玉牌。姑娘若真是神医谷的人，那便赶紧替三公主瞧瞧，只要能治好三公主，你要什么朕都答应你。神医谷的人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更别说是神医谷的亲传弟子了。那老神医以前从来不收徒弟，也不知道为什么5年前忽然就收了一个弟子。陛下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很快，陆清灵便随着他们去了三公主的寝殿。公主摔倒有多久了？快5天了。这期间一直未曾醒过吗？倒是醒过，只是一直胡言乱语，不久后就一直昏迷着。陛下和娘娘都快急坏了。陆清灵手持银针，对着她的头部几针下去。片刻之后，哇的一声，三公主猛地吐出一口黑血来。明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都快担心死母妃了。姑娘果真是神医谷的人。这神医谷当真是名不虚传，瑞亲皇心里的这一块大石头也终于放了下来。闻讯而来的还有受邀进宫的将军府嫡女陆七七。陛下，臣女听闻神医谷的传人到宫里来给三公主治病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她便是长公主之女，将军府嫡女，当今太子的未来太子妃陆七七。是啊，也多亏了这位姑娘。景师，过来见见这位姑娘，她可是神医谷唯一的传人，更是你妹妹的救命恩人呐。三公主能醒，还要多谢姑娘了。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医术，真不愧是神医谷的传人。姑娘若有所需求，但说无妨，我和殿下就会竭力满足的。熟悉的声音传来，陆清灵盯着陆七七那张脸，她还真是无时无刻都在彰显自己未来太子妃的身份呢。不必了，陛下方才答应我，只要治好三公主，便什么都依我。放肆！你可知自己是什么身份？胆敢这样和陛下说话？无妨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回家。为了答谢陆清灵，萧贵妃特意让人收拾了一间宫殿出来，让陆清灵入住一晚，明日一早用皇家轿辇送陆清灵回家。姑娘还未歇息？有事？我们郡主来瞧你，是怕你夜里冻着了。你这死丫头来路不明，还带着3个孩子，别以为救了三公主就企图能与皇室扯上关系了。我原以为你长得丑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连嘴巴也这么臭。娘亲，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？瞧瞧这脸色，蜡黄蜡黄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英年早逝了。我瞧这位姐姐生的才叫一个漂亮，怎么身边的2个婢女竟然丑得如此不堪入目？你说什么呢？够了，这些东西都是萧贵妃让我给你送来的，算是对你的答谢。明日一早你们便出宫。那还烦请交城郡主将这些东西都还给萧贵妃。陛下已经允诺了我的条件，这些东西自是用不着了。你果真是不知好歹，一个医女装什么清高？哼，莫非是存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，企图麻雀变凤凰？不过你怕是没这个机会了。你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的下堂妻被赶出门了呢。不是我娘亲不收，而是我们神医谷向来的规矩，但凡是收了对方一个条件的，就绝对不能再收取别的钱财了。小丫头说的认真，却没人瞧见那肉嘟嘟的掌心挨着她裙子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顺着她的裙子往上爬了。她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跟着点了点头，神情变得有些呆滞了起来。所以呢，姐姐还是赶快走，回去做一个美美的梦吧。你这小丫头又对人家做什么了？这是逍遥爷爷送我的小骨虫，那个女人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娘亲以前就是被她给欺负的吧。逍遥爷爷说这虫子能散发出香味，
让人陷入幻境之中。人们最害怕什么，便会看见什么。所以今天晚上，他可有的噩梦做了。娘亲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个坏女人以前欺负你的，我一定会还回去的。是啊，是啊。皇上有旨，特命末将保护将军府大小姐归府。带头的武将翻身下马，对着长公主微微行礼。有劳陛下费心了，竟然这般大费周章的送七七回来。昨日陆七七进宫探望三公主，一夜未归。长公主原本还有些担心，这会儿皇上却用了这么大的阵势护送自己的女儿回来，彰显了圣上对自己女儿的宠爱。长公主顿时一阵得意，喜上眉梢。长公主，末将护送的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不是交城郡主。长公主殿下，5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怎么，公主殿下不认得我了？我可是还记得嫡母呢。5年前嫡母端了一碗汤药给我母亲，再送了一张旧草席。作为回报，我便擅自带着3个孩子回来探望您老人家了。亲戚啊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没想到连孩子都这么大了。哼，我娘亲死没死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亲戚，既然回来了，那便同我进府吧。外面风大，可别冻着3个孩子了。绿萝，快去找人收拾好一处上好的院子来。娘亲，5年前是不是就是这个丑女人让人放火烧你的？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我有没有瞎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娘亲如今回来是要当这里的大小姐的，以前的大小姐是我娘亲，如今的大小姐还得是我娘亲。陆清灵原本是嫡女，却因为长公主的插足多了个平妻。原配死了之后，更是将自己的女儿抬上了嫡女的位置。这是自然的，青青向来都是我将军府的大小姐。青青，随我进府吧。你这么多年流落在外，肯定是吃了不少苦的。都还愣着做什么？此人冒充我将军府中人，欺君罔上，立马将他抓起来。哼，长公主殿下，这是已经迫不及待，想要再次杀人灭口了吗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活下来，但我能杀你1次，也能杀你第2次。你休想伤害我娘亲！哼，3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孩子，也妄想在我这将军府上成为人上人。娘亲，这个女人好可怕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！陆清灵眼神骤冷，顷刻间抓住了家仆的手腕，咔嚓一声，动我可以，但你动一下我的孩子试试。你果真不是陆清灵，你到底是谁？长公主，将军夫人这个位置你坐的可还舒服？是夺走了我母亲的位置，晚上不会做噩梦吗？都在闹什么？叽叽喳喳的，吵什么吵？母亲，并非儿媳刻意吵闹，只是此人说是我将军府大小姐陆清灵，儿媳也不过是想要求证一番罢了。倘若是来历不明的人，岂不是坑害了我将军府？你当真是他？我娘亲乃将军府嫡出大小姐，生母乃尚书府千金尹雪。此番进府是当今皇上亲自护送，若是质疑我娘亲身份有假，那便是在质疑皇上。哪里来的野孩子，居然这般没有规矩！既然还活着，但你陆清灵无故失踪5年，视为不孝。5年前，你又被人无故毁了清白，怀了身孕，视为不耻，特着你去祠堂老祖宗面前跪着，可有异议？他这是要给陆清灵一个下马威？没有。不过5年前并非孙女无故失踪，而是被人害得有家不能回。祖母，孙女此番回来，便是要彻查当年的事情，还望祖母趁早有个心理准备的好。你就是那个冒充陆灵清的女人？她是将军府的4小姐，柳姨娘生的女儿。你才是冒充的！我娘亲坐不改姓，行不更名，陆清灵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！哼，真是不知死活，竟然敢挑衅4小姐，待
带着3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孩子，竟然就想在我将军府享受荣华富贵。4小姐，可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陆离清，你竟敢！这世上就没有我陆清灵不敢做的事情。莫说你一个庶女，便是那陆七七站在我面前，我也照打不误。陆离清，我要杀了你！住手！灵儿，小贱人，你竟敢伤了我女儿！他女儿的这张脸，往后可是要成为贵人的。哼，要不是你没看好自己的女儿，跑到这里来撒野。再说了，她长得这么丑，这张脸不要也罢。姨娘，我的脸好疼，都是那个小贱人害的我，你一定要给女儿报仇啊！不许你骂我娘亲！长公主，我女儿的脸！都闭嘴！陆清灵，今日之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祖母此刻旧疾复发，疼痛难忍，你身为神医谷后人，理当尽孝，为你祖母医治。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人，长公主当真放心让我去为老夫人治病吗？陆清灵，你若想在这个府里安生的过下去，就必须去。那也得看有人想不想让我安生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个府里还轮不到旁人做主。那就请长公主殿下记住今日所说的话，我和我的3个孩子往后在这府里，但凡有丁点不测，可都是你长公主的责任哦。你干什么？屋子里一直伺候老夫人的婆子顿时就急了。这大冬天的，她把火灭了，难不成是想冻死老夫人吗？老夫人这屋子里常年不通风，你们若是不想让老夫人病情加重，就把嘴都闭上。老夫人患顽疾有多年，常年不能下地行走，每逢阴雨天气便格外的疼痛难忍。你的顽疾是你年轻时受伤导致的，想要治好，那可不是那么简单。陆清灵倒是不急，有些事情总得一步一步的来，不是？老夫人疼得满头冷汗，见陆清灵的针迟迟没有下去，她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个该死的贱丫头，要不是看在她是神医传人的份上，她死也不会让这贱丫头过来的。我要你恢复我将军府大小姐的身份。你敢？你好大的野心，竟想代替你妹妹的位置。如今这陆七七才是这将军府的嫡出大小姐，而她陆清灵早就被族谱除名了。我的好祖母，您怎么就忘了，我才是这将军府的大小姐。祖母，这针扎下去会让你痛不欲生，却也让你叫不出来。我可以治好你的病，不过你得有活到那个时候的命啊。祖母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随着他手中银针落下，身体的疼痛便数倍增加。二宝在一旁冷漠地看着，大宝带着小宝在院子里玩，没人理会他们。老夫人浑身颤抖，满脸惊恐。好，我允你便是。祖母可要千万记得允诺孙女的事情，否则孙女可是要翻脸不认人的。母亲，如何了？好多了。你既是我将军府的人，往后这般没名没分的住在将军府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从即日起，她陆清灵便是我将军府的大小姐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她本就是我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应该给她一个名分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。母亲，你莫不是糊涂了？七七才是我们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她陆清灵算个什么东西？七七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若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嫡女的身份，岂不是要叫京城的人看了她的笑话？陆清灵，你到底对老夫人做了什么？
我娘亲本来就是这里的大小姐，不过是你们以前抢了她的位置罢了。现在我娘亲回来了，这个位置理所应当就应该还给我娘亲。二哥哥说的对，我娘亲就应该是这里的大小姐，你们都不许欺负我娘亲。祖奶奶，你也这么认为的，对不对？没规矩的野丫头，祖奶奶也是你能换的。行了，都下去吧，我累了。长公主心有不甘，对陆清灵是又恨又气，但又不能反驳婆母的话。临走之前，不忘狠狠地剜了陆清灵一眼。祖奶奶，那个女人刚刚的眼神好可怕哟！祖奶奶，现在还疼吗？祖奶奶不疼了。小宝给你呼呼，娘亲说呼呼就不疼了。你真的是我们的祖奶奶吗？大宝好奇地凑上来。当然是啦，她都让我们娘亲恢复身份了，肯定就是我们的祖奶奶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老夫人那张僵硬的脸稍微柔和了些。也是，那我们以后就有祖奶奶了。婢女们更加惊讶了。老夫人不喜欢吵闹，这两个孩子在这里叽叽喳喳的，竟然没有呵斥他们。二宝没有上前，只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。他不喜欢这个老夫人，不喜欢的人和事，他从来都不会上前去迎合。大宝、小宝，我们该走了，祖奶奶要休息了。祖奶奶，小宝就先走了，你要好好休息哦。我娘亲医术很厉害的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好好好，祖奶奶会让人给你们安置一间院子的。你真的喜欢那个老夫人？她是我们的祖奶奶。她不是，她是欺负过娘亲的人。我知道她欺负过娘亲，可是娘亲要在这将军府里立足，祖奶奶是个关键。大人们会觉得我们小孩子没有心机，所以这也是个靠近祖奶奶很好的机会呀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？哼，娘亲讨厌的人，我才不会喜欢呢。谁？是我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厮夜闯将军府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如今皇上视他为眼中钉，他还这般嚣张。本王来看看我的未来王妃在这将军府里过得可还舒坦。自然是舒坦的。陆清灵敏锐地发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血腥味儿，伤口裂开了。是啊。你倘若再这般，这手便不要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，这药粉金贵得很，你总是这般前来招惹我。什么时候把药费结算一下？平日我会让人送些好东西过来，你收着便是。有了我晋王府支持，这将军府也不至于欺人太甚。送金子吗？你爱金子？这世上谁不爱金子？说不爱的都不过是故作清高罢了。好，既然你想要的，给你便是。娘亲，以后我们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吗？是啊，不过这里坏人很多，除了娘亲的话，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话都不要听，知道吗？那个祖奶奶也是坏人吗？你觉得她是不是坏人呢？我觉得她好像不太喜欢娘亲，所以我也不喜欢她。不过小宝会在这里很乖很听话的，娘亲不用担心。陆清灵心中一暖，穿越过来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这3个孩子了吧。好了，睡觉吧。祖母今日觉得如何了？还行，就是有些酸胀。祖母，这些都是太子殿下亲自给您挑选送来的极品灵芝和人参，很补呢。改明让府里的人给你熬汤补补身子。我们家七七自小就这般孝顺，去了趟宫里也不忘惦记着祖母。祖母，这些都是七七应该做的。还有这个是皇后娘娘赏赐的养颜丹，都是极好的物件呢。你果然是个好孩子，祖母呀也算是没白疼你。这将军府里也就七七最懂祖母了。大姐姐，你这养颜丹可还有多余的？养颜丹是御赐之物，宫中用量都是有记录的。这次也是得了皇后娘娘喜爱，才赏赐了这么一瓶，我自己也没舍得用，便送给了祖母呢。你大姐姐的养颜丹是皇上赏赐的，你若想得，那便做得如你大姐姐一般优秀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祖母，我切，不就一瓶养颜丹吗？还争来争去的。
这养颜丹可是出自神医谷的东西，我娘亲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臭小孩，你快给我一瓶，我给你糖吃。才不要呢！这养颜丹平日里娘亲都是给我们当糖豆子吃的，给你还不如给狗吃呢。你一个小破孩说的话谁能信啊？这养颜丹的确是出自于神医谷没错，但他陆清灵说自己是神医谷的人就是了。再说了，你说的是养颜丹就是养颜丹，真是可笑。那这些都是养颜丹。祖奶奶，您要是信得过大宝的话，可以随便拿哦，大宝不收钱的。你这孩子，这种东西怎么能当糖豆子吃啊？这养颜丹是娘亲和逍遥爷爷一起研制的，纯天然无添加哟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祖奶奶，您吃一颗，很甜的。这种东西吃不得，万一吃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唉，孩子的话岂能当真？还是祖母身子重要。老太太，晋王府来人了。商路大步走进来，朝老太太行了一礼，却独独忽略了太子。老夫人，我家王爷特意让我来贺喜将军府的。贺喜？贺喜什么？贺喜陆姑娘重回将军府。这些东西都是王爷让我亲自送给陆姑娘的。我家王爷说了，这些年陆姑娘受委屈了，在这将军府的2位小世子和小姐姐，也要多多承蒙老太太的关照，莫要让旁人欺辱了去，否则晋王府可是要追究将军府责任的。这一番话直接将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小世子和小小姐是指陆清灵的那3个孩子。老太太惊疑未定地看向那3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，竟然发现他们果真和晋王长得十分相似。他将军府向来站的是太子一派，从来不敢和晋王沾染上半分关系，可如今倒好，陆清灵的孩子竟然是晋王的。你说什么？太子殿下若是还有疑问，可自行前往晋王府询问我家王爷。不过我家王爷重伤在床，估计是不便见客了。陆姑娘，我家王爷交代了，往后若是在这将军府过得不舒心，晋王府随时欢迎您。有劳了。山路叔叔，爹爹不来看我们吗？王爷生病了，等王爷病好了，自然就来看你们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小宝这里有颗糖，你带回去给爹爹，吃药的时候就不苦了。竟是眉心紧锁，楚行烈到底伤得有多重？现在居然还在吃药，但他又是怎么以这么快的速度回到晋王府的？他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好，陆姑娘，商路告辞。既是晋王送来的东西，那便要好生保管着，倒不如交给……祖母说的是，这些东西清灵自当亲自保管妥帖，不让祖母担心。陆清灵微微一笑，打断了老太太的话。她岂能不知道老太太的心思？想要把这些东西交给长公主，那边只有去没有出的份儿了。我神医谷在外有一典当行，师傅他老人家早年给了我去经营，将这些东西放在典当行最适合不过了。如今世道不好，你将这些东西放在外面，哪有放在家里安全呀？是啊是啊，清灵啊，你祖母也是为了你好。早些年他母亲的嫁妆便是落在了老太太的手里，往后就一个子儿也没看到了。祖母，既然姐姐回来了，那倒不如往后还是做将军府的大小姐吧。姐姐现在没了母亲，又带着3个孩子，难免费心费力的，倒不如过继给母亲养，这样一来就能名正言顺了。他这话说的倒是乖巧，把陆清灵的名分归到长公主名下，往后他就要称她一声母亲了，这嫡女的位置自然显得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我母亲乃是父亲的结发妻子，不过因病去世，父亲这才续弦娶了长公主，但这将军府嫡女的位置也本该就是我的。你陆七七即便是贵为郡主，也得唤我一声姐姐。莫不是这些年里长公主把你宠得连长幼尊卑都不分了吗？陆清灵，你就那么想要嫡女的位置吗？本就是属于我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能要？太子殿下觉得，若是我5年前没死，现在的一切还轮得到他陆七七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这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又或者说，你们想和晋王府作对，关键时刻他搬出了晋王府。姐姐可曾想过，你这般做法，将我将军府置于何地？嫡女的身份能给陆七七带来无限的荣华，她不想失去。
将军府如何，与我何干？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罢了，难不成这也有罪？姐姐，七七，这事儿昨日已经跟你祖母商议过了，往后便不可再提。你再不济，也是皇上亲封的郡主，一个嫡女的位置而已，也值得你这般争来争去的。我还有事，便先行告退了。说完，便带着3个孩子走了。